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云端法会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平淡最重味。这一句话呢，听起来就很有禅味。一般人都是讲平淡无味或平淡无奇，那怎么会平淡是重味呢？怎么会平凡见真章呢？这个很值得我们来探讨啊。每一个人的饮食习惯都不一样，有的人是美食主义者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无所不吃啊。有时候为了大快朵颐还坐飞机去国外大吃一顿都有啊。有的人是什么？三餐简单清淡8分素食饱，2分助人好。那有的人呢，则是什么？随缘受用，有什么吃什么但是他是荤素不忌啊。那有些出家人呢，甚至是什么？是过午不食这个是更厉害了，过午不食像南方的国家，例如什么泰国、柬埔寨、辽国、缅甸、斯里兰卡等等，这些国家的出家人都是过午不食但是越南就比较不一样越南的出家人都没有全部过午不食因为这些国家都是我在跟他们关怀的区域所以我对他们有一些了解。这些国家的出家人呢，都有出去托钵接受供养，所以人家供养什么，他们就吃什么，不能挑这不论素食还是肉食，都要感恩接受，随缘受用尼泊尔跟印度也是一样的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依照佛制呢，以前的出家人呢都是过午不食为什么要过午不食呢？2个原因。第一个，出家众的饭食是由居士一般的在家人呢供养，所以每天只托1次的钵，日中的时候只吃1顿就好，这样怎么样？可以减少在家居士的负担以前交通也不方便，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一天2次托钵的话，真的是很不方便所以一天只1次托钵这也是一种慈悲了第2个原因，过午不食呢，有助于修定的功夫过午不食呢而且如素是为了什么？头脑清醒，欲念不起，这样才容易修定跟修慧了修戒定慧的意思了。佛陀时代呢，虽然有过午不食的这个佛制，但制度也不是死板板的，也是很有人性化的。所以佛陀呢又说佛陀说的当我们外出的时候，不必执着于过午不食，否则会造成许多的不方便。要看环境而定，配合自己的体质也能配合别人的时间。身体不好的人可以少量多餐，以配合自己的体质，这个叫做分段食佛法里面的分段食，就是视个人身体的吸收量来调配饮食的时间跟食量有的人胃肠不太好虽然一天之中必须摄取充足的营养，但是他没有办法一直吃太多所以每餐就少吃一点点，但是每天呢多吃好几餐这也是维持身体健康的一个方式这是佛陀当初已经为我们制定的这种符合人性化的饮食方式那现在医学发达，也是主张少量多餐来维持身体的健康所以活在现代的我们呢，也不必太执着于一定要过午不食这个是佛陀的思想。那证严上人对过午不食也有与时俱进，也契合社会形态的说法。我现在来分享证严上人曾经开示过的一段。上人说我们现在的时代跟当年佛陀的时代是不同。佛陀的时代呢，弟子们是每天拿着一个
适应器就是那个钵啦，那个碗的意思啦。那这个钵很大，每天要出去托钵啊。刚刚讲一天托钵一次，一次一大碗就可以吃一天。啊，托钵一次呢，其他的时间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学习佛法。现在不是啊，上人讲的，现在不是。我们现在的社会要用很多脑筋，还要入人群做事情，要用很多的体力啊，所以我没有叫大家要过午不食啊。上人讲，我没有要大家过午不食，过午不食其实已经过时，过时了啦。我自己也还做不到。上人讲，因为即使要做也不可能，这就是现代的社会。这一段是证严上人的开示，跟上一段佛陀的说法呢是不谋而合啊。有一次啊，全球慈济人返台湾，返金色啊花莲，参加1年1度的全球慈济日，其中有一晚呢准备在净思堂外面的广场呢举行晚会。那适逢当时呢，每天下雨啊，阴雨霏霏，连月不开啊。那就有一位海外的干部就发愿说明天如果下雨停止而能够让晚会顺利在外面净思堂的外面广场举行的话呢，我发愿3天不吃饭。他发愿3天不吃饭了。那这件事情被证严上人知道以后呢，隔天一大早就将这位干部找来啊，上人就问他，听说你发愿不吃饭啊？这位干部说是的。上人说好，那现在请你马上去吃一碗面。上人是以妙法当众持示，教示我们什么？身体是载道器，没有充足的精力跟活力呢，则很难精进跟修道。精力跟活力更是精进的动力燃料啊！没有充沛的体力呢，要顺利修道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然而食物不必精致，简单营养就好。对所有的食物，更应该以随缘受用，淡然处之。这句话是证严上人讲的啦。出家众是遁入空门的，四大皆空，恬安淡泊啦，无为无欲。所以如素也好，随缘受用也好，目的就是要让什么？清心寡欲，让自己清心寡欲啊，心才能获得清净跟喜悦啦。出家是如此啊，在家居士如果也想要清净跟喜悦的话呢，也是要学习降低欲望，因为欲望降低，才会不强求、不苛求啦，一切随缘又不攀缘，这样才会远离烦恼。生活或三餐过度重视或讲究，也是一种贪恋呐。那要放下这种贪恋呢，则节制口欲的少食跟素食是第一道功课。饮食3餐是食粮啊，食粮是用来维持生命，不能说不重要。清净喜悦是道粮，道粮是用来维持慧命，也是非常重要。有学佛的人都很清楚啊，往生如果要去极乐净土，或是要有尊严没痛苦，或是要快去快回成愿再来，这个就要看什么？生前有没有累积足够的资粮啊？这个资粮呢，就是往生的资粮的意思了。这就是道粮的累积了。所以囤积食粮容易，累积道粮就难。食粮是有形的有为法，道粮是无形的无为法。一个顾生命，一个顾慧命，有为不离无为，无为不离有为，两个是要双轨并行的。其实啊，有时候人心都已经粗糙了，吃的再怎么精致也没用啊，是不是啊？而且我们嘴巴吃的很干净，但头脑装的也不一定是很清净哦。同理啊，筋骨皮好练啊，但是内功难练啊。所以内功就是内心的内心比较净化的人呢，或生活比较恬安淡泊的人呢，
只是一点点在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呢，对他来说都是很大的满足跟享受。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是什么？重道粮，轻食粮，重精神，轻物质啦。道粮简单讲就是什么？精神的饭呐，也就是境界很高的什么禅悦为食啊。我佛法里面也不是讲嘛，禅悦为食，他不用吃饭了，每天都喜悦，他就饱了啊。还有法乐为食啊，这个要很有修炼才做得到。《金刚经》有一句经文相信大家都有读过了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刚那句话就是说，你要做菩萨的话，如果你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你就不是菩萨了。也是需要没有这些相才是菩萨了。但我相不仅是指我的形象，也包括了什么？我的观念、我的见解、我的情绪。凡一切以我为中心而产生的想法，都是我相。举例来说了生气动怒就是我相，嗔恨也是我相。生气嗔恨总要有个对象这个对象就叫做人相无我相、人相的人相生气的对象都是人，就是人相。人相不一定是单指人有些人也会对动物发脾气这个也叫做什么这个也叫人相，没错，叫人相但是如果你发脾气或者讨厌或者嗔恨的对象不止一个人，是一堆，叫做众生相或是没有众生平等的观念认为动物是跟人的有差别的，所以对动物呢可能产生什么轻蔑或者不平等的那种态度，甚至会做出伤害他们的行为宰杀动物之后吃他们的肉，啃他们的骨也不觉得有什么都不对这样也叫做众生相。好，人类都有寿命的观念、寿命的概念把人的出生当作一生的开始，把人的死亡又当作一生的结束其实众生在六道轮回里面没有生也没有死，是生生灭灭循环不已的。可是人们把今生今世活着的这段时间呢叫做寿命嘛，有长短之分嘛，这就是寿者相。有长短之分，这叫寿者相六道轮回所有的众生，他们的灵魂本质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没有所谓生死或者寿命长短的。这个道理透彻体悟了，就是《金刚经》所讲的什么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意境体悟了，没有这些相的就是这个道理。总而言之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四相是行菩萨道、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必经之路。这四个相不彻底破除的话呢，就不得圆成佛道了要有成就就比较难了要破除这四相并不容易，但是有一个方便法每一尊佛要开示众生都要方便法刚刚讲那个道理很深，听不懂有方便法方便法我都听得懂这方便法是什么？就是从改善脾气去下手刚刚前面讲这四个相，刚刚解释的里面的都跟脾气有关，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减少生气，气生的少一点，对这四个相的执着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改善脾气也跟这个四个相也是有关的刚刚讲《金刚经》这一段，它跟平淡是众味，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很有关系，所以我要讲，因为食物的淡味或重味也是一种相，叫做实相，食物的实而实相也是刚刚《金刚经》讲的四相之一的我相，所以以此类推呢，很爱吃、很会吃、很爱挑、很会选，也是一种执着实相，也是烦恼的缘起。所以放下实相，
跟放下我相是一样的道理。放下我相，才不会我执深重嘛。放下实相呢，才不会口味太重。口味的淡与重呢，不全然跟食物的重咸、重甜或重辣有关呢，而是跟自己的心念甚至是心情是息息相关的。心情不好，山珍海味也食之无味啊；心情很好，粗茶淡饭也甘之如饴啊。所以才说，心情不好不是去散心，而是要调心。食物要好吃，不是只靠调味，而是要靠调心。意思不是说散心不好啦，也不是说调味不对啦，更不是说不必讲厨艺了，也不是这样子，而是就近之道是从心下手，这是另外一个心灵的层次了。所以这个叫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所以吃也是一门学问。上人讲啊，食事为大，食物的食吃的事情，食事为大，里面也是蕴藏着大道理。不能讲说厨艺不重要了或刚才讲说调味不重要，素食或者蔬食，你也是要用心去煮嘛。这样原本吃荤的人才会有兴趣来尝试吃素啊，你才有可能去劝素，去度人家吃素嘛。对，那这个是刚开始，你要让他口味能够适合他嘛。对，我们总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马上要做到随缘受用或产业为始我们自己都做不到对不对？是吗？众生根基有深浅之不同，闻法闻道有先后之差别。既然根基不整齐，才要循序渐进嘛，所以随缘度众生嘛。但是不管是荤食或者素食，如果胃口跟食欲是建立在美食的厨艺上面的，碰到山珍海味就胃口大开，碰到粗茶淡饭就食欲不振，这叫做挑食，这样就不好。所以才说平常就要过惯简单平淡的生活。这样一旦有什么天灾产生或者我们去了灾区才不会不习惯。不管你有没有当志工啦，有没有去灾区啦，这个道理都是适用的。我们华人的佛教徒或出家众吃素比较普遍这样的风俗呢，是由梁武帝的提倡而普遍起来的。梁武帝所处的是南北朝时代，那时候的出家人是什么？吃肉的。那梁武帝呢，想要破除这种陋习，所以就昭告了高僧大德来开会，大家来辩论，而且呢，引用了什么《涅盘经》跟《楞伽经》里面的经义来撰写这个断肉跟戒杀的文。要所有的出家人都能够奉行的。那时候梁武帝他用他的号召力跟影响力，要出家人呢在寺庙礼拜7天的什么慈悲道场忏法慈悲道场忏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拜的什么梁皇宝忏所以梁武帝的这个梁皇宝忏呢，也是推素跟劝素的一大因缘那时候梁武帝就开始在推素劝素了那至于这个蒙藏族蒙古族跟西藏族的这个僧人呢，虽然他们也信奉大圣但是他们生活的地方呢，蔬菜很少，高原很难种这些植物20多年前呢，我去青藏高原赈灾，那时候有雪灾嘛，去到那个地方真的是海拔都是4000公尺以上了。那青藏高原那个地方很美，风景很美，但就是没有树跟没有草他们吃的是青稞，养的是牦牛不吃肉就不能生活一般都是吃肉。但他们跟南方国家佛教徒一样对汉族的佛教吃素的习惯都是很赞叹的。我刚刚讲嘛，南方那些国家他们也不一定是吃素的他们是随缘受用的嘛，对。但是他们自己做不到吃素，但是很赞叹别人吃素
有一句话大家可能都听过啊，那是济公活佛的口头禅，叫做什么？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或者佛祖心中留啊。这句话千古名言啊，意思是什么？啊，虽然我吃肉喝酒哦，但我心中还是有佛的哦，大家都知道哦。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其实汉传佛教呢是不允许出家人吃肉喝酒的，汉传佛教，但还是有一些出家人是例外的啊，是荤素不忌啊，也不戒酒啊。但这不多了哈。刚刚讲的这句话就是有一个和尚啊，济公也是如此，还有这个和尚也是如此啊。这两句是当时他们呢拿来做吃肉跟喝酒的借口，其实后面还有两句才是重点呢。但一般人是只记前面两句，前面那两句不好，后面这两句才是真谛啊。后面这两句是什么？叫做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啊。这两句被世人忽略了，大家都在前面两句找借口。你要吃肉喝酒，就讲那就讲那句，这个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就这样，好像我有佛啦，但是我还是照样吃肉喝酒，不是这样子。后面这句才是讲，他这个济公讲的，世人若学我，你们如果学我的，如同进魔，就好像进了魔道一样啊。我前面我会吃肉喝酒，那个他当然没讲，不过他的道行不一样啊，他的境界不一样啊。虽然济公呢喜欢喝酒吃肉，但是他却也告诫世人不要学我，不然你就会堕入魔道一样的啊。但是我们要学的是后面两句，而不是前面那两句啊。想要体悟这个平淡最重味的这个道理呢，就必须让生活跟日子过得简单平淡啊，这样还不够，还要让心灵时时保持着什么从容、轻松、欢喜、快乐。要这样就要做功课啊！这个功课就是每一天都要有适当的时间来进行心灵的独处跟沉淀。上次有跟各位讲过，每天都要有时间让自己的心灵独处跟沉淀啊，跟静思的意思啊，这是必修的课程啊。因为一个人的心灵如果能够清净跟平静的话呢，他就能够在平凡跟平淡的事物中呢获得快乐。看到晴天就看到光明了，看到雨天就看到滋润了，吃到简单的三餐或是一段愉快的谈话，都能让他自得其乐，心生欢喜，就这么简单而已。而且当一个人的心灵呢逐渐净化的时候呢，他所感觉的乐受对快乐的感受呢也会比较维细，也就是说感觉会很敏锐，感受会很清楚，即使是一件小小微不足道的事情呢，都能够让他感觉很大的满足跟享受。刚刚讲的，那这样要有这样的感觉跟感受呢，生活就要平凡跟平淡，平凡跟平淡才会踏踏实实的活出精彩的人生呢。相反的，生活如果比较复杂的人呢，大多数什么？喜欢找刺激的，喜欢什么？喜欢尝重味的。严重的会什么？沉迷酒精啦、喝酒啦，甚至药物啦，或偏好感官上的刺激啦，每天大吃大喝的啦，挥霍无度啊，音乐开得震耳欲聋的，梆梆梆这样子响啊，这样的人呢，比较昏沉跟散乱，所以才说下面这句话很好：低级的欲望只需放纵，高级的欲望需要自律。这句话很好。我们去吃西餐的时候，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最后送来水果跟甜点，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嘛，要先吃水果才吃甜点。如果倒过来，先吃甜点再吃水果，这个水果就不会甜啦。大家都有经验嘛，所以是什么？要先吃苦，才能够体会乐。不怕苦的人才会吃出甜味来。要先平淡，才会吃出重味。吃惯重味，就会越吃越重，否则就会食之无味。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的啊。同理啊，人生
也是要有苦有乐，最好是苦乐参半的。为什么？一半的苦还不是最苦，因为还有一半的乐。一半的乐，居然是最乐哦！为什么？因为尝尽一半的苦之后呢，方知一切都是乐。这个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需要自己去体会了啊。孔子啊，赞叹他的学生颜回，这个应该大家都很清楚了啊。这个《论语》大家都读过了。孔子赞叹他的学生颜回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啊。这句话大家读过，意思就是什么？颜回啊，真是一个贤德的人呐。他用餐啊，只吃一小竹筐的干饭，喝的呢只是一瓢的清水而已啊。居住在狭窄简陋的巷子里面，这种困苦的生活，一般人无法忍受而忧愁不已。但是我的学生颜回啊，却依然能够自得其乐。所以颜回真是一位贤者啊！这是孔子对颜回的赞叹啊。要得到孔子这样的赞叹是不容易啊。颜回吃这么简单，住这么简陋，都还能活得这么快乐。反观我们，吃这么好，住这么好，实在没有理由不快乐。不过讲是这样子讲哦，还是有很多人不快乐，还是有很多人身在福中而不知福，而不快乐。为什么？很简单，不满足，所以不知足；因为不知足，所以不满足，两个互为因果。追根究底就是一个字：贪。贪求无厌呐。所以才说现在的社会是什么？贫而不见，历来少见；见而不贫，随处可见。过惯了简单的生活之后，你会发觉人生其实需要的不是很多啦，但是想要的却很多啦。这个就是苦缘呐，忧悲苦恼的缘起。缘起就是因，从因去下手，才能够彻底的了苦。你这么多苦从哪里来？从因去下手。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你看大部分的家庭都是什么？有打折的时候的大肆购买，百货公司啊，跳楼大拍卖啊，老板不在随便卖啊，一听到就跑去了啊，尽量买，反正以后都用得到嘛。趁打折先囤积起来，买到就赚到啊，仓库堆着一大堆，堆得满满的，一直要到搬家的时候才发现这些东西的存在，一看都已经过期了。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啊，去吃自助餐也一样啊，不管什么酒了，799吃到饱了，不吃白不吃啊，吃的也是白吃啊，要吃给他够本。明明肚子已经饱了，但眼睛没饱，看到就要吃到，结果吃得肥，还要再去减肥，那忙不完呐。食物尽量简单，最好吃素。吃素能够让生活变得简单不复杂，而比较能降低吃的欲望，因为选择很少了。欲望少，烦恼也会少。刚刚讲，因为选择少有少的好处，甚至没有选择上次讲无从选择也是很好的选择。生活有时候复杂，是因为甚至烦恼了，是因为什么？选择太多了啊。美食主义者呢，是讲究美食，不但食物要重味，而且必须是色香味俱全，这样才能够大快朵颐啊，满足口腹啊。然而重欲望重口味的人，生活汲汲营营，比较无法恬淡，因为还放不下实相。习惯大吃大喝或金钱挥霍无度的人，一旦要他少吃少喝或简单朴素，他会顿时突然间感觉生活失去重心而了无生趣耶。所以才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这句古话告诉我们了，生活要简朴走向奢侈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一旦奢侈成性的要学习简朴就很困难了。同样的道理啦，精进跟懈怠也是一样啊。精进要变成懈怠很容易，一旦懈怠后要再来精进就比较难了就像车子一样常常有在发动引擎的，随时要发动就很容易
长久不发动引擎的，一旦要发动的时候，就发动不起来了，因为电池没电了。因为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对。对，要从不奢侈或不折服，再继续学习，知福、惜福、再造福，这个是需要心念有所转折了。老实说了，这个跟自己的智慧有一点关系的啦。好，因为折福跟造业是一线之隔啊。过度享受包括吃的、穿的、用的了过度享受就是折福，折福过头就是在消福，福一直在消失，最后就是福尽悲来，业报现前了。这样串联起来，大家就很能够理解这个道理了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生活在贪婪里头，满桌佳肴还是食之无味，满柜的衣服出门总缺一件，纵有千金心犹不足这是一种人那另外一种人是什么？生活清净恬淡，粗茶淡饭随缘受用，衣物几件足够替换，心境丰足自在两种人平淡的生活让日子过得简单，这是让我们活得宽心悦乐的关键因素一个人能否过得宽心悦乐呢？不是由客观的环境所造成，你心里要不要很快乐，不是这个环境来造成的嘞，是由主观的意识所决定。我们心里所想的，也就是心理因素会影响我们生理的因素心理与生理的变化深深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我们的心理跟生理，心理跟我们的生理，心境跟我们的环境，这种互动的变化会深深影响我们生活的品质，没有错你是要心随境转，还是要以心转境这影响你的生活品质。所以要从平淡中去求众味，也是要从心灵的层次去慢慢咀嚼，去慢慢回味，去追求。追求什么？淡而不薄，厚而不滞，深而不涩，纯而不黏的境界。这几个字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慢慢去体会为什么这个意境这么美呢？好好去了解佛法要生活化了，经文也要生活化。生活化的佛法与口语化的法语就好像近似语，每一句看似平淡，但实则重味看似浅近之言常人之语好像老生常谈的意思了浅近之言，常人之语，但却蕴藏着人生真谛跟大智慧。平淡的话，一般人听过就算了，但有些人就是会深入体会，而从中探讨深奥的道理。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平淡最重为了。不过要做到这样的话，需要有学习的诀窍。我也想这样子但是要有学习的方法以前讲过这句话：好问好察而言尧舜的舜好问好察，不懂就问，不要不懂又不问说了又不听，听了又不懂，不懂又不问，问了又不做，做了又不觉是这样子好问好察而言，很喜欢观察那种平凡浅淡的话。这句话虽然那么浅淡，很深的道理，要有这种精神的意思了我自己也是要用一些听起来很平淡浅近的智慧法语来保护我自己，有时候也要人群中做事嘛，对，要用一些正语来巩固我自己也是要，每个人都是一样这样才会经得起风吹雨打，也才能疾风知劲草，松柏后凋于岁寒这样才会有安全感对，你这什么样的智慧法语保护自己我是用一句话叫做敌明我暗才有胜算，敌暗我明死得莫名有没有道理各位慢慢去体会了这个
拿捏得当就能自保了，拿捏不当就会自伤了。所以用法跟用兵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啊。这个也是一样哈。这个话很淡啊，但是理很浓了，看似平淡，实则重微了啊。返璞归真就是什么？由绚烂归于平淡，由复杂回归到简单。生活能这样化繁为简呢，就是美。相反的，你的生活如果是化简为繁，原本可以很简单的生活，你把它弄得很复杂，或原本很单纯的事情呢，你把它搞得很复杂，这就是庸人自扰啊，就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啊。简单就是美，是因为什么？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个是初阶版的，做到了再继续进入进阶版的什么？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平淡之极归于神奇。哎，这个意境也很美，更上一层楼啊！这个进阶版的做到以后，再继续进入另外一个高阶版啊，这个难度越来越高，但是境界越来越美啊。这个时候因为功夫得力的，虽然过着简单的生活，持着单纯的心念呢，即使一朵黄花、一片树叶，都能在我们的眼中呢产生什么美感跟喜悦。这样一切事物都能够从恬安淡泊中呢滋生法喜。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一句话，叫做什么？非常美，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啊！这是很美的心地风光啊！要做到真是不容易啊！但是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啊！这是一个追求的目标啊！佛在灵山呢，众人问法啊，佛不说话，只拿起一朵花，众弟子不解、不了解、看不懂这什么意思。这个时候，只有大迦叶尊者呢，破颜微笑啊，只有他悟出道理出来了。什么道理呀？什么道理？不可说，不可说。因为这个是师徒之间的以心印心，以心传法，一切尽在不言中啊。所以有一句话说：“佛陀拈花，什么迦叶微笑啊？”对，以心印心的啊，这个不可说。这个我有体会。有时候呢，我随时我有时候上人家对海外的干部团队们开示啊，不露痕迹，以点到为止的方式，对当场某一个国家的会务缺失做出提醒。当场所有的人，包括这个国家的团队，以为只是一句普通的开示而已啊，不会去注意哦。但我在旁边一听，哎呀，这是意有所指啊！如果当事人听得懂，则这是一句醍醐灌顶的精辟开示，让你的听了绝对受用。但现场别人听得懂，这是一句意有所指的一句话，大家都不晓得啊。我虽然听得懂，因为这个国家是我在辅导的，所以上人讲这句话，对这个国家讲这句话，我旁边一听我就知道啊。我虽然听得懂，但也是不能说，不能说。如果能说，或者说得更清楚的话，那上人就不必点到为止了，就直接讲就好了。佛陀也不必拈花，直接讲清楚就好了，不是吗？所以不能说，不能说啊。宇宙间的奥妙，不过在一朵寻常的花中啊，对。师徒间互动的奥妙，不过在一句平淡的话中啊。我们的心如果是心无旁骛或恬淡无物，就可以做到智者轻轻讲，我们重重听了。这样就是什么？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美妙意境啊！刚刚讲的翠竹啊、黄花、树叶啊，看似平淡无奇、平凡无比啊。
但却有这么优美深远的意境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很美啊！我们以前分享过好几次啊，就是清净跟喜悦是相辅相成的。刚刚讲吧，心清净人就会喜悦啊，感到不喜悦就是心不清净了，所以只要心清净啊，即使一件小事情，都会让我们感觉很开心举个例子来讲，大家会更清楚这个道理啊。去参加国际赈灾、看灾的时候，2个礼拜都吃同样的食物，这种人生的体验也是很难得虽然那时候觉得有一点很辛苦，3餐都吃一样的东西，香鸡饭很不能适应的。虽然平常吃的很平淡的，这是2个礼拜吃同样的东西，也是一种考验的。一碗冲泡不完全的快熟面，没有人会想吃，但是出现在饥饿一整天的灾区里面，这碗面会变得很好吃。如果是在断粮3日的山区里面的，那这碗不欺门的面绝对是救命的无价之宝。但是这碗面如果出现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不会想吃，也不会去吃，这个都没有熟怎么吃啊？同样一碗面，因为心念跟情境的不同，而造成价值差异如此之大。它告诉我们，它启示我们，食物好不好吃，重点不全然在食物本身，而是与我们的心情或所处的情境有关。所以人如果能学习常常观想自己是在饥饿的非洲或者灾区里，或观想自己是在迷途3日的深山里，这个时候啊，不管吃什么啦，只要有得吃，感觉都很好了。去黑暗角落灾区救灾救难，让那些灾民或难民离苦得乐，这个对很多慈济志工来讲是很平凡、很平淡的事情，常常在做，而且很多慈善团体也都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如果能做到无量易经所说的无量易经说法品里面所讲的苦既拔矣，复为说法这句话，这个意境就截然不同了。苦既拔矣就把他的苦难，让他的患难，让他能患难见真情这是为众生，叫做慈济众门那复为说法就是帮他离苦之后呢，还要让他了解人生无常跟因缘果报的道理。这是为佛教就是尽实法脉，不能只救苦救难而不跟他说法传法，跟他说法，他才会了解真理而心存感恩，这样他即使是还是贫，他也会安贫乐道，甚至以贫救贫非洲那些黑珍珠黑人志工也是一样他本身这么穷，他还在救助那穷的人，这上人很赞叹这是什么？贫中之富以贫救贫所以如果他一旦我们如果富为说法，他一旦富了，他改善生活了，他还可以乐善好施富而有志，不但富有，而且有智慧。所以从苦既拔矣到富为说法，就是从一种方便入真实从救灾的过程中去传法脉，也就是从平淡中去品尝众味这个大家都可以慢慢再去深入体会了怎么苦既拔矣，复为说法，跟平淡最众味你能扯上关系？不但有关系，还息息相关。要从平淡中去品尝众味，也是要这个人是心清安详之人心清安详这个4个字，我永生难忘。不要看他平凡浅淡之语，我马来西亚的志工博渊长老送我的4个字，叫心清安详他福建人有个腔调，他就是4个关键字：心清安详，就好像上人的心宽念存一样的道理了如果我们是心清安详之人，心宽念存之人才能从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们却有很大的启发。不过呢，有一个观念很重要要理清楚讲平淡很重要，没错。但平淡不是平庸但是平淡很容易导致平庸。平淡跟平庸只是一线之隔。如果我们随心所欲，整日无所事事，虚度光阴，
懵懵懂懂，还没有累就想休息，变成懒惰成性，这个叫做平庸啊。平凡平淡不是这样子哦，平凡平淡不是说不管事不做事啊，或者懵懵懂懂过日子，庸庸碌碌过一生，不是这样的意思哦，而是默默付出，低调行事，多做少说，不炫耀自己，不希求回报，喜怒哀乐收敛常行，才华不外露，不爱锋芒毕露，这个叫做韬光养晦，就是平凡平淡的意思，但是不是平庸啊。所以不能享受平淡生活的人，大部分都因为什么？心浮气躁，心静不下来。因为把名闻利养跟金钱权力的看得太重，就像猎人一样啊，一路追逐猎物啊，而无暇浏览沿途美丽的风光一样。所以有时候要学习放慢生活的节奏，该快要快，该慢要慢，如行云流水。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宽容跟善待，才能淡定从容的怀着美妙的心情看待身旁的人事物，这样才是喜悦的人生啊！所以人生因为平淡，所以平凡，因为平凡，才有了更多不平凡的感动。虽然平凡，但是在最平凡处，却承载着最庄重、最荡气回肠的生命之理。这就是安身立命的什么人生观？从平凡中出奇制胜，从平淡中品尝众味。平凡与平淡的生活，才能营造出平坦与平顺的美善人生，甚至可以开创出踏实又精彩的生命风华。顺境可以顺水推舟，这样是很好；但逆境也可以学习逆流而上，乘风破浪。这样也是可以激起美丽的浪花，有崎岖的生命之旅，才会涌出激昂的生命之歌。如此却一样能够博得喝彩，人生也一样精彩。心宽念纯的人比较能够过平凡平淡的生活了，因为他懂得去无存精呢，也就是把什么单纯的跟好的留下来，把复杂或不好的丢掉，这个叫做什么？有益心灵的牢记心头，无益心灵的放诸水流。我们的心千万不要去储存嗔恨、悲伤、恐惧、埋怨、嫉妒、对立等等这些不好的杂质，千万不要放这些东西，要把这些没有用的杂质把它清掉，这样我们小小的心田才会有储存更多重要的东西。做得到叫做去无存精的，你只知道怎么取舍嘛，对不对？那做不到叫做什么？叫做鱼龙混杂啦。鱼龙混杂什么意思啊？就是好人坏人分不清，贵人跟小人也分不清，好的跟坏的也分不清，全部混杂在一起，分不清楚而乱成一团。如果是这样那要过平坦平顺的生活，就如缘木求鱼，海底捞针。所以上人常说要多用心嘛，就是这个意思啦。好，啦啦啦啦讲了一大堆，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就到此结束。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再见。